小伙拜师学武，每日却只拿着茶碗练习画圈圈。从最开始放菜的碟子，再到盛饭用的饭碗，最后是用来喝茶的茶杯，稍不注意便是跌破碗碎。为了练武，也不知打坏多少杯碗，直到最终能够收放自如，手中棍棒举如轻重，才真正练成了五郎八卦棍。这个小伙明明出身于武学世家，却是一点功夫也不会，为此没少受师兄弟们的嘲笑。小伙名叫黄飞鸿，父亲便是广东洪拳名家黄麒英。按理说，黄飞鸿本该继承父亲威名，但黄麒英认为他脾性急躁，一旦学武势必会惹来祸端，为此从来不教儿子武功。少年叛逆的黄飞鸿一心想要学武，可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泼来的冷水。就连管家都声称他的父亲是黄麒英，师公是少林十虎之一的陆阿彩，说能在整个广东横着走也不为过。黄飞鸿却不这么想，纵使百般挫折，也磨灭不了他对武学的热忱之心，时常徘徊在师公陆阿彩的门口，想要求学，却又怕师公不肯教。这日，一位外地捕快前来询问陆阿彩是否在家，黄飞鸿随口敷衍两句，眼见对方直接进门拜访，他却只能踢石头撒气。捕快此次登门拜访，是为追捕一个江洋大盗而来。那人习有北派武学，出手狠辣，于是便向陆阿彩询问查访。但陆阿彩身为南派武学宗师，却并未听说过有此一人。再者，广东武学昌盛，想在众多武者中寻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而另一边，黄飞鸿离去时，与一名富商擦肩而过。富商追上黄飞鸿，质问他刚刚捕快都说了什么。黄飞鸿心中郁闷，不想回答，未料富商却是直接动手，劈手将他摔翻在地。黄飞鸿少年血气再度上前，结果自然再次遭遇蹂躏。周围百姓赶忙劝架，富商听闻其父乃是黄麒英，这才放过他一马。回到家中，黄飞鸿悲愤不已，只能对着院中事务胡乱撒气。恰巧捕快与其父乃是至交好友，见他双目有神，脚步解手，认定其根骨上家必定是练武奇才。却听闻黄麒英并未教其学武，心中不免倍感遗憾。广东有一习俗名为抢花炮，每年召开极为盛大，参赛方俱是各路武馆，抢到花炮的武馆能在当地武林享有很高的声誉。而当地有家彭氏武馆，馆主为人桀骜，且收徒参差不齐，向来与皇家武馆多有摩擦。抢花炮这一习俗本意为向天祈福，以保运势亨通，如今却慢慢演变为两家的实力较量。这次抢花炮大会，黄飞鸿也想参加，为此他请求师兄行哥带他一起。行哥以他不会武功随口拒绝，却还是架不住软磨硬泡，待到大会当日，安排他偷偷混入抢炮队伍中。随着一声惊天炸响，各方武馆齐齐动身抢夺。黄飞鸿眼疾手快，当先抢到一枚花炮，彭氏武馆弟子立刻蜂拥而来。黄飞鸿不懂武功，被当场压制。大师兄见状，立刻放弃眼前的花炮，上前救助，却被对方武馆暗施辣手，击成重伤。此次抢炮，武馆惨败而归，黄麒英亲自出手为大师兄医治。面对儿子的擅自行径，也只是投来一个失望的眼神。黄飞鸿极为自责，却还是不敢去求师公传武。师姐责备道：“他明明不会武功，都敢去抢炮大会拼命，为何现在却是畏手畏脚？”一番话语犹如当头棒喝。他鼓足勇气来到师公门口，碰巧再次遇见捕快。捕快悠然一笑，顺水推舟将他带到师公面前。陆阿彩也对他轻言有加，准许黄飞鸿拜自己为师。等到黄麒英闻讯而来，才知儿子已然成为了自己的师弟，父子同师传为一代佳话。黄飞鸿欣喜之余，突然想起一事，赶忙找到捕快，将曾经遇见富商之事告知。闻言，捕快立即拿出通缉令，经由黄飞鸿辨认，确定了对方的身份。随后立即找上伪装的富商，今日他就要将这个大盗缉拿归案。两人约定在城外榕树林一决高下。捕快的披挂单刀大开大合，破空之声如龙吟虎啸。富商的梅花枪也是毫不逊色，进退之间尽含妙法，攻势如风卷残云，极具威势。两人俱是一方高手，须臾间，富商一招直刺将其钉在树上，捕快随即扯破衣衫挣脱束缚，却又不慎被对方缴械。之后双方近身搏斗，为了应对对方的穿心腿，捕快特意修炼了1年的气功，哪知富商技高一筹，在脚间暗藏铁块，捕快大意之下当场不甘饮恨。
与此同时，为让黄飞鸿安心习武，陆阿彩带他前往乡下隐居苦修。他教授武学颇为严格，一旦黄飞鸿稍有松懈，身后竹竿便会随之而来。无事时，黄飞鸿也会演练起家传的洪拳虎鹤双形，也会被师傅训斥，斥责他的虎形拳徒具其形，毫无真意，画虎不成反像猫。如此修行，何时才能登堂入室？而仇恨往往就是最好的催化剂。为了激发他的斗志，师傅将捕快的死讯告知。黄飞鸿闻言挥拳打来，他能够成功学武，全拜捕快所赐，心中悲愤难以言明。师傅推掌将他打落水中，让他好好冷静一番。入夜，黄飞鸿依旧不死心，想要离开，刚一出门就被师傅拦住。以他现在的武功，回去也是无济于事。黄飞鸿知晓凶手是谁，但他并未告诉师傅，而是打算武功大成后亲手复仇。此后，黄飞鸿沉下心神，专注练武。师傅传他绝学五郎八卦棍，棍法的灵活劲力全在于棍头3寸之处。是以练棍需手练绕圈，直至心眼合一，攻守自如。自此，黄飞鸿每日以棍绕圈，从碟子转到饭碗，再从饭碗转至茶杯，时常突然出手偷袭师傅，即便每次都铩羽而归，也是乐此不疲。如此历经9个月，黄飞鸿已是能够与师傅打得有来有回，自身脾性也变得不骄不躁，习练武功更加勤奋刻苦，令师傅都对他的天资勤勉极为满意。经过2年苦修，黄飞鸿的武艺已是突飞猛进，不仅能在与师傅的切磋中占据优势，在用木人桩对练时也变得轻松自如。见他武功已成，师傅教授他最后一课：习武之人仅凭武功不过只是击倒对手，唯有以德服人，才能令对方心服口服。告诫他6字真言：多宽恕，少逞强。不过想要出师，还需要经历考验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师傅一手烟杆，一手出拳。见状，黄飞鸿自然不会违逆，便在这茫茫雨幕中，师徒2人尽情施展武学较量。疏忽间，黄飞鸿迅即夺来烟杆，意味着他已经通过了最终的考验。回到家后，黄飞鸿率先祭拜了捕快，指使管家给富商传信。待富商闻讯赶到榕树林，黄飞鸿持棍现出身形。富商见他一介后辈，心生轻视，不料交手之后才知对方深浅。黄飞鸿棍法快速勇猛，舞动如飞，屡屡让他招架不住，枪似游龙，棍若雨。富商赶忙舞动长枪，如天女散花般割破其衣衫，却被黄飞鸿一招拔草寻蛇直攻下盘，再想捡起长枪也是徒劳。随后富商计上心头，将黄飞鸿引入竹林交手，长棍被竹林所阻，难以发挥，他便转而与对方徒手格斗，却正中了富商的下怀，穿心腿一出，周遭竹子应声而碎，却不慎一脚嵌在竹子中。黄飞鸿借机卸掉对方脚尖铁块，趁对方出腿时掰折竹子，将其割得血肉模糊。此时他忽然想起师傅的6字真言，放开了腿脚已废的富商，带着他去官府投案自首。恰逢抢花炮大会即将召开，彭馆主得知黄飞鸿进京神速，心生诡计，暗中买来铁尺，准备在大会中好好教训皇家武馆。而另一边，黄飞鸿等人也在加紧演练，行歌鬼点子多，将麻油涂抹在身上，犹如泥鳅般滑不可握。等到大会开启，彭氏武馆果然用铁尺偷袭，行歌见状也祭出杀招，抢到花炮的他，纵使被人围堵，也能轻松脱身。此时大多花炮已经有主，唯有黄飞鸿还在与彭氏武馆大师兄争夺。此时师傅的话再次涌上心头，随后他将花炮让给了对方，对方心有所感，颇为惭愧，一声大喝制止还在激斗的弟子，双方就此化敌为友。此后彭馆主亲自登门谢罪，两家的矛盾也从此一笔勾销。